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牛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啊。这一期视频我的精神状态还有我的这个声音可能会稍有些差，跟大家说句抱歉，我这个喉咙是又肿了。不过应该不太影响内容，因为关键的几期视频你们想看的我们都已经录完了。这期视频呢，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1+9系列这次的这几个产品吧。这个其实全面测评呢，我们频道里边已经发过了，大家可以去翻看一下啊。不关着你，小白测评关于1+9系列的几个问题啊，开始。第一个是巨龙在纠结到底买哪个啊？这个9和9 Pro 差别还是很大的，预算倒还 OK。之前的全面测评中的这两台机器我们都已经聊到了，但其实主要的还都是聊的这个 Pro， 因为哈苏嘛，对吧？然后它这个镜头方面也有这个更新的，所以说重点都放在这儿了啊。我先放一张图啊，就是它们两个机型的具体区别，你可以去看一下啊。当然价格肯定是也会有差别的。我建议是你要买这个级别的手机，预算还 OK 的话，就是9 Pro 啊，因为它的这个镜头呢是这个789最新的，而且基于888的这个 ISP 体验上面确实不错啊。如果要是1+9的话呢，其实选择性就不止1+9一个了，在这个价位段里面啊，其他家是吧，还有马上就要发的这个都有非常不错的这个机器可以选择，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亮点。买2手机上小白有品 APP，3天无理由退货，180天保修，原装正品，国行带票，新人专属无门槛优惠券，有手机有电脑，还有各类3C 数码兼货，赶紧搜索上车，各大应用商店均有下载。第二个问题，白总我就想问一句啊，哈苏联名感知到底强不强啊？今年都没了长焦，我好心痛啊。首先是这个哈苏感知上啊。我们工作室不止我一个人，就好几个编辑，我们都体验完了之后，也用了一段时间，感知最明显的是颜色。我觉得就是你的基础的镜头素质到达一个相对来说非常高的等级，神仙打架这个级别之后呢，你已经其实感受不出来，比如说这个噪点稍微多一点点，那个噪点稍微小那么一点点，已经没法去区分这些东西了。或者说你再这样去看的话，就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了。那么强调的就是各家默认的这个风格，这一点特别重要，因为手机大部分情况下，你把它照片拍完了之后，原片是比较多的。那么原片我就给你一个非常不错的效果，非常不错的颜色感，这个是我觉得哈苏跟一加联名之后带给我最大的这个感受。感知强不强，这一定是分人的。像我们这种天天接触各种各样的这个新手机的，是吧？这个一天换一个，恨不得。颜色感知是最明显的。今年没了长焦，我好心痛啊！确实，今年很多手机都取消了这个长焦，比如说这个5倍啊、10倍的光学变焦啊，这个今年的非常少了。这个你看顶级的这种影像旗舰也都不会加这种潜望式的镜头了。这个我觉得是厂商的一个取舍吧，因为长焦呢，在手机上相对于广角来说呢，我个人更喜欢是广角镜头啊。大家可以走波弹幕啊。你喜欢长焦还是广角呢？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需求，这就是供需决定的。厂商可能发现我费了老大劲儿给你加入了一个5倍、10倍的这个变焦，但是调用的次数非常的少啊，一直在那放着。那我利用这个空间，我何必不给你加点别的东西呢？对吧？给你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广角镜头呢？第二个就是减少内部堆叠的压力啊，手机寸土寸金是吧？而且今年有一个大的方向就是大家都要做的轻，因为去年的5G 手机真的是太重了，那么今年大家一定要把重量给干下来，长焦镜头是很重的。第三个问题，小白看了咱们的实测，感觉即便有 LTPO 的屏幕，2K 加上120赫兹同开，续航还是不太理想。9 Pro 会崩吗？它的续航呢，在我们前期的体验之中呢，确实一般。你要说崩啊，它谈不上崩，但是如果你同开的话，它确实没有那么抗用啊。这个其实很看个人的这个使用习惯。我也注意到了啊，比如说我们在放那个3小时、5小时这个续航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些弹幕发的是 LTPO 了个寂寞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们的续航测试呢，它只是一个标准，世界上应该是没有人这样玩手机的吧？连续玩3小时、玩5小时，非常严格的，它不可能符合任何人的需求，它只是一个测试标准，而这个测试标准是连续测试的。LTPO 呢是有触发条件的，1+9这个我们还没有拿到详细参数 ，OPPO 的那个是要在400尼特的亮度下停30秒，它才会到1赫兹，因为它是1到120赫兹的 LTPO 自适应嘛，对吧？就是你一直在一个画面待很长时间，然后它把刷新率就会降下来，给你省电。而我们的这个测试场景呢是连续的，基本上 LTPO 就没有触发的情况，所以说会非常的耗电。你在日常使用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场景触发 LTPO， 所以说续航就会更好一些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标准还是有点高，400尼特算是挺亮的了。
我觉得比如说250尼特或者说300尼特啊，这个触发亮度会好一些。这个需要一个不断优化迭代一个过程，可能某一版系统它就给你调好了。前提是你的手机的有 LTPO 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2K 加上120赫兹，这两个都是吃电大户，这个不管你开哪个都是挺耗电的啊。我们把现在已经测过的2K 加上120赫兹的给大家打出来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OK， 第4个问题，小白老师能聊聊自由曲面镜头吗？日常拍照感知明显吗？一加 OPPO、华为的相比怎么样？自由曲面镜头啊，其实我们在Mate 40 Pro Plus 的时候专门出过一期视频，跟大家简单讲了一下啊。它是一个弧形的镜头，中间凹下去了，规则的一个镜片，它就是又可以广角，但是呢又改变了这个畸变，有点违背物理定律的这种感觉啊。因为之前大家一谈到广角啊，就是得畸变啊，你得校正啊，你一校正完了，画面又会有损失，对吧？这个自由曲面呢，就是画面在损失比较小的一个情况下，给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视角。一加的这个和 OPPO 呢，它俩是一模一样的，都是 MX766。我们拍了一下啊，这个颜色上面稍微有一些不同，但实际的那效果基本都差不多。相对来说呢，华为的这个呢，我没有拿到详细参数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它这个更大一点啊。我们工作室评价下来，感觉华为的这个自由曲面呢，还稍微的好那么一点点。日常拍照感知明显吗？挺明显的。这个广角镜头确实好用很多，因为它画质没有那么损失。OK， 下一个问题，大清真的亡了吗？巨龙，你觉得轻 OS 还有希望吗？我就是个极客党，感觉换上 ColorOS 会不适应啊。大清真的亡了吗？我真不知道啊。它要走向大众化，面向大众市场，那它一定要换上一个适合大众用户的好用的 OS 啊。轻 OS 太极客了，不适合大众用户。可能一加后面再经过一段时间的蛰伏，然后再去研发什么的，可能又换上自己的轻 OS，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啊。我觉得他不会彻底这个放弃。如果你真是一个极客党的话，你可以刷回来啊，甚至刷这个氧 OS 都是可以的。很多极客买了一加的手机回来给刷成了这个氧 OS。换上 ColorOS 会不会不适应呢？这肯定没有什么不适应，你放心，因为在功能、在体验层面，确实 ColorOS 要更好啊。你可能觉得就是它软件有点多，是吧？这个你可以把它卸载一下呀，然后搞得这个清爽一些呀，这个是 OK 的。但是呢，还会有一些地方是有广告的啊。广告这个问题，现在安卓这边只有魅族是没有广告的。OK， 最后一个问题，感觉今年的一加各方面全都不一样了啊！这个貌似宣传做得非常大啊，机圈也经常讨论机皇的问题。小白，你觉得这次的一加9 Pro 算是机皇吗？我觉得这个问题先问一下大家吧，就是你觉得目前机圈来说谁是机皇呢？可以走波弹幕。我觉得机皇不机皇啊，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倾向。我个人觉得安卓机皇现在应该是我自己的啊 S21 Ultra 吧，我觉得它在各方面是比较符合我的需求的。每个人的机皇都是不一样的，但是不得不说，一加这次改变非常非常的大，它的所有的这个点吧，基本上全部都给你想到了。这个，因为它这次发力点呢是在它的整个拍照方面，跟这个哈苏搞了这么大这个动作，是吧？当然，这个拍照这件事情就更主观了啊，所以说这个没有办法给一个定论吧。这个问题其实细想一下，根源在华为，确实因为华为在国内还有整个全球的这个出货量大幅的这个下跌，没有芯片可用了嘛，空出来了特别大的空间。你应该也发现了，今年各家都是非常猛的，去年的3月份绝对没有今年这么忙。这个3月的最后一周，我们数了一下，竟然有10台手机啊，一周就有10台手机都要抢空出来的这个市场。虽然在国外也发了这个中端机，但是在国内一直有这个只做旗舰的调性。我觉得站在一加的角度讲呢，今年肯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机会啊，要大众化，要不然他也不会下狠心直接就上 ColorOS 的。如果要是时间稍微久一点，他可能用 ColorOS 的内核改一套这个出来，但是现在连改都没改，这个是商业层面讲啊，也无可厚非。其实不光一加，你看 OPPO 今年这个是吧 ，Find 系列也降价了，然后小米这边呢拐点之作，这个动作也非常大。当然，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华为能够尽快把问题解决，不再被卡脖子，有芯片可用，是吧？带给我们更屌的这个产品。OK， 这期视频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。我这嗓子确实状态不太好啊，给大家说句抱歉。播了你，小白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